只是到了第8年，我们才想，不然去试试看做 IVF， 然后我们算是幸运吧，1轮过后就生了一个宝宝了。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是怎么样的妈妈？你看起来有一点凶嘞。会凶吗？其实我是很好玩的妈妈，在他们的幼儿园看不太出来。嗨，大家好，我是刘洁敏，我是红帽桥集选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5件事。原本呢是希望你可以上镜打个球、投个球给我们看的，但是听说你拒绝了我们这个要求，你说说看为什么？因为到现在，大家只知道我会打球，别说了吧。你没有想过球会比你红，对不对？OK， 那我们来说一说你的5件事好了。第1件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第1件事是我对小孩子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家里我们有2个儿子，4岁和2岁，他们的纯真、他们的活力都使得我十分开心。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是怎么样的妈妈？你看起来有一点凶嘞。会凶吗？其实我是很好玩的妈妈，在他们的幼儿园里面，看不太出来。在他们的幼儿园里面，其实他们的朋友、同学们都叫我是 fun mom。当我出现的时候，他们全部会跑过来，都要跟我玩，所以其他的家长都很开心，因为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坐在一旁，喝茶、吃蛋糕，然后是我的责任去跟全部的孩子玩。那你不应该竞选，你应该去 childcare 嘛，对不对？你可以帮很多老师减轻压力。我有想过，如果不做公务员或者不参加竞选，可能我会去幼儿园工作做老师。对。那第2件事情呢？第2件事情是我很喜欢动物。我们9年前收养了一只漂亮的黑狗，它是所谓的新加坡特种，它的名字叫做 Nikki。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的第1个孩子。我们结婚了8年，还没生孩子。我们到了第6年，我们就想，不然收养一只狗，陪着我们。所以它陪了我9年。我生病或心情不好的时候，好像会知道它会爬到你旁边跟你躺住，就是让你感觉舒服一点。新加坡很多的年轻夫妻面对2个问题，第1个嘛，要不然就是不要生孩子嘛。第2个问题就是其实很想生，但没有办法生。那时候你是处于第2个状态。其实也没那么直接啊。开始的时候2个人过2人世界很开心，然后到了第4、第5年就开始觉得好像很多爱，要付出在一个新的生命里，可是又没有孩子，所以就想收养了一只狗。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先想说要去尝试要生？是没有尝试，还是尝试了没有孩子？是自然尝试，也没想到说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想有就有，没就没有，不用紧有一只狗很爱，它也陪着我们，都还是开心嘛。只是到了第8年，我们才想，不然去试试看做 IVF， 然后我们算是幸运吧。1轮过后就生了一个宝宝了。那第3个点呢？第3个点，其实我很喜欢吃薯条。可以拿一点薯条来吃先。可以。没开玩笑。不是可以，因为我也喜欢吃薯条，我们1人拿1根。不是，所以你认真讲，第3个点你要讲什么？我们谢谢。第1次有那个访问是可以吃薯条的。第3个点，我的同事们通常形容我，他们会说，洁敏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我说话通常比较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有时当同事们有一些比较难说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私下来找我，然后说。你可以帮我们吗？跟上司说一下。但是通常这样的人呢，讲话有时候会有一点难听的哦。你确定你的同事不觉得你讲话难听？以前可能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讲起来太过直接，然后过后自己也学了怎么把它包得比较软一点假设今天我是一个工作效率不是很好的员工你会怎么跟我讲？我会先开始问你，生活上 OK 吗 ？OK 啊。家里有什么事情吗？孩子
OK 吗？如果全部你都说 OK，我才来问你说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好。因为其实我也有了孩子过后，自己也发现，其实有时候人做工的时候做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做好，是因为头脑里面想的太多东西，想了孩子今天谁接，孩子生病怎么办，父母亲老的父母亲需要去看医生，没人安排怎么办？所以其实不是真的不要做好，是因为自己那个心不在那个工作那里。可是这个也是我有了孩子过后才了解的一件事。那第4个点呢？第4点刚好讲到这个话题，就谈着家庭吧。我很享受，也很重视我在家庭里面扮演的全部的角色。我们的家庭就像一个团队，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贡献都是不一样的，可是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其实谈起竞选吧，其实我整个家庭都在帮忙，有些帮我写华文的访问稿，有些是帮我拍照，有一些是给我精神上的鼓励，我妈妈炖汤，每个人都在帮助我、支持我。第5个点让我来问你好了，如果你今天顺利当选了，你想要专注的课题或讨论的一些话题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如果看到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想要挺身而出，帮他们说一句话。我在卫生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公务人员有时候会受到骚扰，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事情通常不是黑白的，我们也要知道，公众人民为什么会有那种行为，然后我也知道，其实每个人生活上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痛处或者压力或者困难。所以也不那么简单说谁对谁错，最重要是要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一件事，然后当我们规划什么政策的时候，要记得注重每个人的那个观点，才能找出比较完善的一个道路。